失眠的情况就好像是晚上你睡不着，白天你睡不着，你会去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人可以死，可是工作一定要做完。即使工作做完了，人死了，在死之前也要把这个东西交给另外一个人接手了。那个老习惯还是一样来了，躺在床上，就死都不要睡咯。这也不是说我想控制的。龙猫直播，龙猫海鲜卷土而来，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进来，哇，81个人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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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Ryan 廖永一，当然我的这个艺名也叫做阿龙，然后我是一名演员，我在2000年入行，那时候从跑龙套做起。第一部戏是《苹果派》，那么演了这么多年了之后，很幸运的是拍到了2导的电影《我们的故事》里面的阿龙，然后还有《A Boyz II Men 4》，让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哦，还有第一次演男主角《遇见贵人》。对永毅来说，演艺圈一直是他的梦想。过去长达10年，他跑龙套赚不了多少。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到夜场工作，白天拍戏，晚上接着上班，开始了连轴转、日夜颠倒的生活。都是学校啦，这个退兵了之后，整个给它倒进去。后来不再需要过这样的生活，但睡眠却再也追不回来。星期五送货，哇，人数上了，人数上了，谢谢谢谢，希望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好不好？真的很便宜。更惨的原因是夜场有酒精，我的 record 是那时候5天没有睡，是很累，已经产生幻觉了，没有睡觉已经造成拍戏的时候忘记台词，记不了，完全记不了。抢了我的女人，还叫我安静，哼，有种你来啊，想要。人家跟你讲的东西 instruction， 你都是慢3拍，所以我觉得真的开始对我的人生有困扰，不关他的事。廖永毅的睡眠问题从中学时期15岁就开始了，年纪越大，失眠的情况越严重，连工作也几乎丢了。你会变得很容易暴躁，很容易发脾气。比如说你开车去工作的时候，人家跟你honk一下你就爆了。你会觉得是自己在折磨自己，有时候真的还蛮想跳下去的。新加坡545万总人口中，68%属劳动人口，当中好些从事某种轮班工作，最普遍的包括饮食、保安、医疗和金融。工作时间颠倒，容易带来什么睡眠困扰？一般来说，我们的睡眠就是要给自己的身体一个修复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个 shift work 轮班制，所以造成有一些病人在睡眠方面不定时，所以在生理方面也有很大的冲击，比方说内分泌也好，身体里面的化学物也不调。我们人类的昼夜节律，俗称人体生物钟，一天24小时在大脑后方运行，控制和影响着身体健康，从新陈代谢到睡眠休息等等。对于值夜班的人来说，打乱了这样的规律，对睡眠造成了影响。除了值夜班，工作时间长也会打乱生活规律。
Smoking 4。我叫杨英辉，然后我今年40岁，我是1925精酿啤酒公司的一个创办人之一了。在我们品牌的整个集团里面，我也是兼任主厨的一个职位。在2020年，我很荣幸的得到 Asian Chef of the Year 的这个奖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杨应辉在忙碌的时候，早上6点就得出门，直到晚上近11、12点回家。You want to try not? Put into the smoker. 目前餐馆也正在转变菜单和品牌。杨应辉独家研究了一门熏肉，每隔几个晚上他都得通宵熬夜亲手制作。这个美国式的烟熏方法呢，需要差不多14个小时来熏这个牛腩肉。我们是用传统的那个用木条的方式来控制这个火候，所以呢，一定要有人在那边看那个火。所以一天24小时呢，我差不多睡眠有3到4个小时，然后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就觉得已经够了。通常就是4到5个小时在电脑面前啦，做一些好像在网络做一些研究啦，去看那些文章啦，然后可能跟其他的一些厨师聊天。应辉说，从理工学院时代就一直是这样的生活作息，长期下来已经习惯了，一直都是靠意志力和肾上腺素来顶。我可能已经习惯，就是每天我只需要可能断断续续睡半个小时15分钟，所以我发觉到最近可能这1年吧，我整天需要小小的这个打瞌睡的这个15分钟的时间越来越多。因为年纪也不像以前那样年轻嘛，对吗？所以很自然而然你会觉得很累。从医学角度来说，我们知道身体是不能长期睡眠不足，肯定是有不良的影响。尤其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啦，说假如是我把那个打散的时间综合起来啊，我有6个小时应该是 OK 的。这个其实是不 OK 的啊，所以睡眠的时间太重要了啊，所以这个时间6到8个小时就是给身体一个修复的时间。缺乏睡眠，除了会降低身体的免疫能力，比较容易生病，生了病得花更长时间康复。另一个情况是，不管你愿不愿意，极度劳累而又缺乏睡眠的身体，也都会突然进入睡眠状态。廖永义也曾经因为精神欠佳得到了惨痛教训。在开车的时候已经很多天没有睡了，我就开，然后就不然3秒就好了，然后就整辆车上那个课本。我们希望整个疫情越来越好，好不好？所有的朋友们在家里要 stay home, stay safe 啦，好不好 ？Bro, I order one set， 谢谢 Kenny Yap， 谢谢李红慧慧，谢谢。因为疫情，演出机会大大减少，永义也开始直播卖货。这一晚，他接到30多份订单，成绩不错。我做直播已经是2年了，从疫情开始我就开始做直播，全部6样东西。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睡觉。由于没有走系统，永义都是逐单抄下来。11点多 order 进来，我们就要 take order， 写到来 take one order， 已经早上6点了。早上6点呢之后呢，我们7点就要去拿货，又送到凌晨。如果是在做网卖的时候，讲真的，那个睡眠品质真的很差。有一点东西的话，想到跳起来了，然后又没有睡啊，又很容易醒。有一次，
永义因为睡眠不足，还需要赶着送货，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事发。那一次呢，我是在开车的时候，已经很多天没有睡了，我就开，然后就不然3秒就好了，然后就整辆车上那个刻撞上去，然后我的轮胎全部脆到完了那些，所以那时候睡着，我就跟我自己讲，不可以再多一次了，因为真的很危险。秒睡就是比方说睡眠真的是不充足，脑子里面有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个 daydreaming 是不是在做白日梦？OK， 这个就是说偶尔精神不集中。比方说充电，同样的原理了比方说我们的电话的这个电池已经是用到只剩下15%了那么我们就随身有个 portable charger， 就是临时马上充电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就是维护那个脑的正常操作。所以老话一句，就是要睡得好，就是很重要量跟质两个都够，这个是最重要的。永义说，网卖送货亲力亲为是一种品质保证，尽管很辛苦，他也很愿意为此而牺牲睡眠时间。拜拜。到现在还是觉得说，如果你一直把时间花在睡觉，你就是懒惰。所以，虽然我知道那个睡觉很重要，我还是会把那个睡眠放最后一位。拜拜，拜拜。过去20多年，长期忽略了睡眠的重要性。永义是到了近几年才尝试各种方法来改善睡眠，但是结果还是一样。我有尝试 meditation， 或者是点香精油但是开了那个 YouTube 的 meditation， 你会觉得越听越吵，所以久而久之又没有再听了。曾经为了逼自己入眠，永义开始酗酒，最严重的时候可以喝完整瓶红酒。刚开始几杯就醉了嘛，然后醉了就呼呼大睡到后面的拍戏的时候，我为了要睡觉，我把一整瓶红酒喝完。那么隔天我睡醒的时候去工作，大家都闻到我身上有酒味，没有人会去想说他是因为睡不着，每个人都会觉得说你是去把滴。酒精能够麻木了我们的脑细胞，病人喝了酒之后可能觉得容易入睡，但是达不到这个质方面的这个好处，所以睡的时间可能是有的但是第二天还是提不起劲。我们也知道酒精对某一些人会造成我们所谓 tolerance， 久而久之酒精就需要越多了，然后睡眠方面就可能越来越差。和廖永义一样，长期睡眠不足的厨师杨应辉，也因为打拼事业而养成了一些不健康的睡眠习惯。自己觉得好像，如果有休息的时间的话，我觉得有点惭愧，好像有点亏心那个亏心很重，好像我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嘛。就找东西来做了咯。很自然的话呢，我通常是在3点多会开始觉得累，可是躺在床上又睡不着，好像我就躺在床上咯，就看手机了咯，就是继续看我的文章或者是打游戏啦。这个打游戏目的也是要把自己催眠的，可是有时候打得很激烈咯，就不能睡了咯，就是这样咯。年轻的时候，就算牺牲了睡眠，应辉也觉得自己精力充沛，不觉得有问题。但年纪渐长，却开始慢慢发现问题。这个熬夜呢，就造成我无法去恢复之前的那种能量跟那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背痛啦，不只是背痛啦，腰酸啦、颈痛啦，一大堆都很大的这个影响了。
医师你好。来，你好，你好。你好。永义没有放弃解决失眠的问题。我会跟你贴。在尝试过西药、看过心理医生之后，最近他也尝试中医治疗。这个有帮助睡眠，然后它会让你比较镇定。像他这种情况，属于中医的这种肝郁气滞型的失眠，属于慢性的，这种肝郁气滞型失眠，往往表现出睡眠质量差，然后呢容易疲劳、烦躁。其中一种治疗方法就是我们贴耳穴，刺激神门这个反射区，它会起到安神的作用。经常哇！自己去按一按它。哇！要按那么大力啊？没有很大力啊，轻轻的按。轻轻呗。对。真的很痛。哇！我断过手、断过脚都没有那么痛，这个耳朵真的很痛，不可以忍。哇，痛哎！其实他刚才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其实蛮严重的。那如果不根治的话，可能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啊。心理上的不健康的想法那些，这边有个合谷穴，这几个穴位的。长期睡眠不良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有些人年轻时劳碌命，到老就要付出代价。去巴萨买菜啦，走到一半人很晕嘞，晕到我赶快找一个东西扶住它。谭秋珠今年73岁，丈夫在退休前是名德式司机，收入并不多。她除了要打理家务，也会打零工帮补家用。或许因为年轻时过于操劳，她到老体弱多病，2年前也开始出现失眠的症状。2020年的时候8月份，因为新加坡的疫情很严重，每个人都不可以出外面，待在家里。我很担心，还有我家里2个亲人又过世，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惨。晚上睡觉我一直要想着他们2位哥哥姐姐，所以影响到我睡眠不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一躺下去不多久，我就会醒来就上厕所啦，还是做梦啊，觉得整个人很累了，又睡不着，又很悲惨了。睡眠不好严重影响了谭女士的日常起居饮食，她于是向中医师求助。有一点点热。去巴萨买菜啦，走到一半人很晕哎，在家里做家务也会头晕，坐在饭桌上吃饭也会头晕，看到电视也会晕。那个时候我很怕，走马路的时候我怕那个时候会跌倒就惨。所以不用担心，我开一些药给你吃，好不好？谭女士她的这种情况，我们中医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肝郁气滞型的失眠加上她身体心脾两虚，所以我们在治疗谭女士的话，就是有用到给她用中药，然后呢配合针灸推拿，加上她的心理疏导。吃了这个中药之后我感觉到人比较轻松啦。我学到这个睡眠不好真是很大的事有时他们年轻人有时睡觉也是有问题的。我时常跟他们讲，你们要注意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啦。杨应辉的背痛，或许就是身体健康亮起红灯的警号。除了请体能教练为他设计专门的训练，改善自己的问题，他也希望每天能花多点时间运动。在疫情还没爆发之前，就是去了那个 gym 啦，有做一些调整，会觉得比较好一点点。我经常鼓励病人，我说你要睡得好的话，不是晚上躺下来的那一刻，是从早上6点半7点那一刻开始生活要有一定的规律。
那么到你晚上躺下来的那一刻，也要告诉自己，大脑需要关闭了。这一天该做的东西都做完了，应该是把一切都停顿下来。Good. Tasty? 从青年时期就忙忙碌碌，已迈入不惑之年的杨应辉，也开始思考自己将来的健康。特别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很想去旅游啦，去找一个很好的一个饭店，很舒服的一个床，在那边睡一整天。反正关了眼睛就是一片漆黑，也就是身体也没有感觉到。我不管是睡多久，只是要睡得很深很深很深。廖永义过去20多年与睡眠搏斗，如果他愿意接受中医的调理，也需要至少3个月时间才能看到一些效果。那天看完中医之后回去睡觉的时候啊，哇，一觉到天明。因为我平时都不会睡得那么香啊，那一天真的是睡得很舒服，然后隔天睡醒还是有精神，这样。治疗廖先生这种顽固性的失眠，除了应用中医的中药、针灸、推拿或者耳贴以外，我们还会从他的心理疏导、精神的调理，可能会配合比较好。还有饮食也是，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想根治疾病，得耐心配合多方面的改变。曾经习武的廖永义也非常明白，这和每天刻苦练功夫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很多工作的话，我也是会选不要给自己休息，因为一旦休息，你休息久了，你就觉得惨了，是不是要失业了？惨了，没有安全感。所以I think 那个劳碌命会永远都在的。